大家好，我是牧羊。今天我们聊个话题：既视感。比方说，你第一次去了一个地方，恍惚之间有一种来过这个地方的感觉，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他说了上句，你好像忽然之间就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说你去朋友家去玩，他下面墙上挂着一幅画，你恍惚之间就说，你这个地方之前是不是挂了一个挂钟？你不是靠猜测的，就是一瞬间，你就是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哈，但我真的是经历过蛮多次的，而且有的时候会重复出现。那这个感觉呢，学术圈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既视感，法语呢叫 déjà vu。那么根据心理学统计，全球大概有60%到80%的人在一生当中至少要经历一次，而且发现是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经常旅行或者压力大的人发生的频率呢更高。那之前有一些科普文章会介绍说这就是一种错觉或者是幻觉，但如果只是一种简单的错觉的话，我不知道你经历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深的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不真切的感觉，哪怕可能就那一瞬间啊，你就会觉得好像世界有一种恍惚不真切或者是虚幻的感觉。到底怎么回事？那为了能够搞清楚这个原因啊，我们需要回到1950年代，地点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位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神经外科教父级别的人物华尔德·潘菲尔德。在那个年代呢，人如果犯了癫痫病的话，治疗癫痫呀，它的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开颅手术，然后找到对应的乱放电的那个脑组织，把它给切掉。但是这个大脑呢，它像一坨豆腐一样，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器官，你怎么知道哪块能切哪块不能切？你万一切错了，你轻则人瘫痪哑巴，你重则可能人就没了。于是这个潘菲尔德就发明了一种让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方法，就是清醒开颅术啊。当然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对患者很残忍，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脑组织本身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手术的过程中只需要给这个病人的头皮打麻药，那整个过程中病人是完全清醒的。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头盖骨被锯开了，然后你能听到医生操作这些器械的声音，而且医生一边用微弱的这个电流刺激人的大脑皮层，一边他必须要跟你聊天哦，你觉得怎么样？你手指麻不麻？在这种情况下，潘菲尔德就意外地发现了既视感的大门。他把这个电极啊触碰到了大脑的侧面耳朵上方的这个位置，叫颞叶的这个位置，见证奇迹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病人呢，他没有觉得疼痛，也不是说什么手指抽搐，病人可能一瞬间啊睁大眼睛，有一种迷离的陶醉的感觉啊。有一个女患者就说，天哪，我听到了音乐声，是一首摇篮曲，就像我妈妈小的时候给我哼的音乐，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比什么听收音机的还要清晰得多。之前还有一个男患者就说呢，我回到了7岁那一年的游乐场，我都能闻到那种炸薯条的香味啊，还有小丑的那种笑声等等。我觉得我好像穿越回去，重新体验一下7岁的生活。潘菲尔德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叫做梦样状态。他就反复试验，发现呢，只要用电极刺激颞叶的特定回囊，就能人为的稳定的制造出既视感。哇，那这一发现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高光时刻。因为之前有很多神秘主义者说啊，有一些玄幻的说法，那就相当于否定了。你看什么前世记忆，什么灵魂出窍，没有那么玄乎，这一切不过就是你大脑颞叶当中的一群神经元，因为这个疲劳呀、压力呀、药物刺激啊，发生了一次异常放电。这就是科学界当中非常主流的解释，叫神经短路说。听起来非常的无懈可击吧？但如果故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科学辟谣了。但是潘菲尔德自己到晚年的时候，自己怀疑了自己，为什么呢？他发现，如果是电流刺激出来这种幻觉啊，它为什么总是真实的？
就是说病人从来不会幻觉出像吃了那个毒蘑菇一样，什么长翅膀的猪啊、小矮人呀、紫色太阳啊，他永远看到听到的是写实的、真实的、有生活细节的一些场景。那你说非常简单的一种电流刺激，为什么会带来这样一种不真切的这种体验感？如果仅仅是神经短路的话，有可能人是不舒服的，对吧？他可能是头晕啊、不舒服、难受、恶心。那这些人为什么都有一种恍惚感、震撼感，甚至还挺享受？这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找了一个电棍去电我们家买的这个电脑的主板，你按理说你这个电脑被电一下之后，要么死机，要么就花屏了。但这个电脑它不仅没有出故障，上面忽然开始播放了一部高清的、逻辑清晰的、带有情感色彩的电影，这个就讲不过去了呀。那除非大脑如果像一个硬盘的话，里面本身就有这部电影。当然，科学在不断的发展，时间慢慢推移到了2016年，来到了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如果说潘菲尔德发现一个开关，那么心理学家阿基拉·奥康纳就想试图破解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奥康纳总觉得呀，之前的这种解释太粗糙了，他就想知道当既视感发生的时候，我们大脑内部到底怎么回事。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我看了之后觉得很狡猾，叫 DRM 范式，像一种钓鱼执法。他把志愿者就塞进核磁共振扫描仪，然后给他们念一串单词，比方说床、休息、醒来、疲劳、枕头夜晚。你会发现这些词都跟睡觉有关，但是他故意不念睡觉。过一会他就问志愿者说，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S 开头的单词就 sleep 哈？那志愿者很笃定我没有听到呀，就说明记忆是正常的，他念的单词都没有 S 开头的。那紧跟着他就问，那你有没有听到 sleep 这个词？有没有听到睡觉这个词？这一瞬间志愿者通常就表现出恍惚了，因为一方面按照记忆和逻辑告诉他，刚才是没有听到 S 开头的单词，肯定就没有听到睡觉呀。但是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我听过这个词呢？就觉得我肯定听过睡觉这个词呀。这就是人造既视感。同时奥康纳就用核磁共振扫描仪就捕捉大脑这一刻的活动认理图。那这张图呢让他当时很意外，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呢，既然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回忆，那么负责掌管我们大脑记忆的叫海马体那个区域呢应该被激活，它是比较亮的。但这个扫描结果发现海马体并没有被充分激活，没有太大反应，就意味着其实你的记忆很诚实，就告诉你的大脑了，说我确实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是哪个地方亮呢？是大脑的前额就这个位置，额叶这个地方亮了。额叶呢就有点像我们大脑的 CEO是一个法官决策者的角色。奥康纳就推测说，你看既视感根本就不是记忆错误，它是大脑的叫核查系统在活跃。我们做个比方假如说我们的身体感官报告说，这个法官大人我感受很真实，我绝对经历过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去调那个记忆库海马体说没查到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两边就对不上了。这个时候额叶就作为法官来调停了，说你们等等你们现在两边对不上了，那看来不要相信感觉。这些有点像我们之前说身体的神通那个期当中讲的那些场景。所以当一个人真实的身体的感受，就感觉这个世界好像穿帮一样，这个时候跟原来自己的记忆对不上，于是我们的额叶会尝试修复它们之间的冲突，它就会警告说不对，身体的信息不符合逻辑，你不要相信它。那这个解释听起来呢就很科学很合理，就是把既视感解释成一种很健康的纠锁机制。但是如果我们学习过批判性思维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再往里面想一层，额叶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报警呢？是因为额叶要通过过去的经验和现有的逻辑来判断当下看到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它的职责我觉得有点像三维的世界有一个像保安的角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人类接受到一些更高维的信息，比方说看到了类似于像潘菲尔德电击出来的这个全息影像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就好像有种感觉，我记得之前我们那期节目有很多观众的留言，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比方说你坐在火车上，忽然你觉得这个窗户边不能坐，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选择离开。过一会之后，这个窗户真的被人给砸破，把他原来坐对面的小伙子的头上都砸出血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人就会觉得不能相信这个东西，因为理性思维它没有高维信息这个概念。大多数时候人呢只能根据有限的认知，就给这个信息打个标签，说这个信息是错误的啊，这个感受是错误的，不要相信。于是他就告诉你这都是错觉。这样呢就可以让一个人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当中当个正常人，你也不会疯掉，对吧？就是一切都合逻辑嘛。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所谓的这样一种保安的角色、调停的角色，实际上他是被蒙在鼓里面的，他没有读到真相，就像原来的那个信息才是真正的事实。那这都是猜想，但为了能够绕过这样一个死板的保安，看清楚这个被屏蔽的真相，人类真的很伟大，不断的在探索。其实早在2400年前的时候啊，古希腊的先贤柏拉图就讲过一个故事，叫洞穴寓言。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类就像是一群从出生起就锁在一个黑暗洞穴当中的囚徒，我们的这个头啊被固定住，只能盯着面前的石壁，而在我们的后方呢有一堆火在燃烧，有人呢就举着各种道具，有可能是马呀、树呀、鸟呀，从这个火堆前面经过，火光就把这些道具的影子投射在石壁上。于是这个囚徒就看着墙上的影子，指指点点说：“哎，你看，你看，哦，这个是一匹马呀，哦，这是一只鸟呀。”他们就相信，哦，这些影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囚徒呢，他就挣脱了锁链，他回过头一看，第一次看到火光，第一次看到真实的物体，他很惊讶，说：“哦，原来我一直活在一个投影当中。”啊，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哲学的隐喻，对吧？但是没有想到，2000年之后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端倪。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也就是后来的普里布拉姆的老师，他就一定想要找到记忆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记忆呢，有点像一个存储文件一样，存在大脑的某一个很具体的位置，我们一般叫做记忆痕迹。那为了能够找到这个文件呢，拉什利就做一个实验，他训练老鼠啊走迷宫，等到这个老鼠慢慢学会了之后啊，他就切掉老鼠大脑皮层上的一小块，他就想着，哎，我如果切掉了存什么左转记忆的这个部分的话，这个老鼠不就忘记怎么左转了吗？但是结果让他很无语，他切掉大脑皮层的10%，老鼠记得；切掉50%，老鼠还记得；甚至最多的时候切掉了81%，老鼠动作变笨，磕磕绊绊，但他仍然知道迷宫的出口在什么地方。这个拉什利觉得没有办法解释啊，他只能宣布研究结论，就是这个记忆似乎它不是存在于大脑的任何的具体位置，而又无处不在。这怎么可能呢？就像你现在把这样一本书全部给它撕掉，撕了90%之后还剩一个10%，你说它还包含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吗？或者说你家里面有一个硬盘，把这个硬盘都砸烂掉了，那你里面的照片怎么还能读得出来呢？这个放在经典物理学肯定是讲不通的，除非我们的大脑根本就不是一个书架，也不是一个硬盘，它得遵循一种完全不同的物理法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柏拉图的影子那样，有这样一种光与影的魔法。那这个谜底呢，困扰了科学界差不多50年，直到拉什利的学生，就是卡尔普里布拉姆呢，他有一天看一个光学杂志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普里布拉姆看到了一样东西呢，叫全息摄影，这个是物理学家叫丹尼斯加伯尔发明的，在那个时代啊叫黑科技啊。现在你们去看一些网站上，有很多人自己可以制作了。传统的相机啊，拍的是物体反射回来的光线强度，它是一个平面。但是全息摄影不一样，它是用一束强光一束激光通过分光镜分成2束，一束光呢直接射向感光底片，它叫参考光。另外一束光呢，先射向物体，比方说一个苹果，通过它反射之后再射向底片，这个叫物光。那么这2束光在底片上面相遇的时候啊，它们会产生干涉的现象啊，就像2颗石子投进这个池塘，2圈涟漪就会互相碰撞在一起，波峰波谷啊会相互叠加，形成复杂的纹路。如果你直接用肉眼去看这个全息底片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上面都是乱七八糟的像水波纹一样的条纹。
是看不出苹果的。但如果这个时候你用一束激光去照射这张充满了底纹的底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奇迹出现了，一个立体的悬浮在空中的苹果会凭空出现在眼前。你可以从左边看啊，你从右边看，真的有点像一个苹果在那个地方。而且最让普里波拉姆感到震惊的是，全息图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底片剪碎，剪成2半或者剪成很多块，那你拿出这一小块来说，用激光去照，你看到了是它的一个残碎的部分吗？还不是，它的每一块都是一个完整的苹果，只是这个碎片越小，图像越模糊而已。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全息摄影的底片上，每一个点都包含了整体的信息，整张底片上的任何一个局部都记录了那个苹果反射回来的所有光波，这就是部分包含整体。我们中国人一听就很明白，就像你去推一个拿，人家就给你安一个脚，他怎么能就知道我全身各个器官的一些反应呢？是不是很像？那普里波拉姆瞬间就顿悟了，说哦，老鼠的大脑为什么切得那么多还记得？因为记忆不像文件一样存在某个格子里面，它像波纹一样分布在整个神经网络的干涉图案里面。这就完美的解释了既视感。就是说啊，当我们产生了既视感的那一瞬间，可能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刺激哈。比方说你看到一个街角的一个路灯，也许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风声，就这一点信息，它射进了我们这个全息结构的大脑。这一瞬间，部分激活了整体。我们通过这一个很小的碎片，就还原出了整张全息图。这个场景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情绪，每一种因果关系，瞬间就被解压释放了出来。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啊，看到了全部，实际上就像是通过一滴水看到了整片大海的倒影一样。但是故事讲到这里才刚刚开始，因为如果说大脑是一张全息接收器的话，这个信号从哪里来呢？这个时候呢，普里波拉姆遇到了他的灵魂伴侣，是一个敢于挑战爱因斯坦的男人。他就告诉普里波拉姆说，不仅仅是整个大脑，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张巨大的全息底片。这个男人叫大卫·波姆，他是爱因斯坦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也是量子力学的大神。但是他就觉得现在的这些物理学太肤浅了，都在研究表面现象。他就做了一个很优雅的实验，让大家直观地展示这个宇宙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个双层玻璃圆筒，中间灌满了粘稠的甘油，这个波姆往里面就滴了一滴墨水，这个墨水啊就悬浮在甘油当中，清晰可见。然后他开始转动圆筒，随着圆筒的旋转，这个墨水啊被拉长变细，最后就变成一个细细的线，最终啊彻底溶解在甘油当中，肉眼就看不见了。那看起来这个墨水消失了，它好像溶解在甘油当中，或者说混乱无序了。但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圆筒反向转回去，你发现原本好像消失在透明液体当中的墨迹，居然重新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越来越浓，最后啪，这个墨水完好无损的回到了原点。这个波姆就指着这个实验讲，你看这个墨水没有消失哦，它只是折叠 folded 进了甘油当中。波姆呢，由此在他的著作叫《整体性与隐禅序》当中，就结合了量子力学的实验结果和东方整体哲学的思想，提出了理论叫隐卷序。他认为呢，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啊，你旁边的桌子、凳子、椅子，你我，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距离，都只是宇宙的显息序。也就是说，有点像刚才那滴被转开的显现出来的这个墨水。那波姆认为啊，宇宙的演化就有点像一个动态的卷展过程，而隐卷序是宇宙的终极本体，是永恒存在的超级宇宙，而显息序是隐件序通过刚才展出这个过程形成的暂时的显现，而这个显息序当中的事物会通过卷入的过程重新回归隐卷序。那么意识和物质都是隐卷序在显息序当中的投射，二者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听上去有点抽象哈，我们可以形象的比方，这个显息序啊有点像海浪，而隐件序呢像海洋。
这个海浪起起伏伏，对应着显息序的生灭变化，而海洋本身就是永恒存在的整体。也就是说，过去、未来、现在没有区别，它们只是卷在一起的。北京、纽约、火星也没有距离，它们是叠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就像是全息底片上的波纹一样，交织在那个看不到的维度当中。那我们如果把这个理论套用到即视感上呢？什么是即视感？在一个普通的生活当中，你的意识生活在显息序里面，就有点像那个被拉开的墨水，沿着时间轴一直在流淌，你看不到前面，也看不见后面。但是在那一瞬间，有可能是一个人很疲惫，有可能是某一种高频的脑波共振，就你的意识突然从显息序掉进了隐卷序，就是人折叠回去了。那在那个折叠的维度当中，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你一眼就看到了整张全序图，你看到了那滴墨水没有被拉开之前的样子，这叫过去，也看到了它被拉开之后的样子，这叫未来。因为在那个维度当中，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即视感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在全息的宇宙当中没有未来，只有已经完成的整体。它就有点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我们读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卡个 bug 穿模到了地图外面，你忽然能看到整个没有开放的这些世界什么样子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有点烧脑大家可以稍微松口气，喝点水我们可以先聊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就如果这个全息宇宙论是真实的话，如果过去、现在、未来真的折叠在一起，那么理论上一定有人曾经遇到过。在1898年，有一个叫摩根·罗伯逊的落魄作家写了一本不起眼的小说，名字叫《徒劳》。这本书当时卖得很差，没有人爱看。但这个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它里面有一艘叫永不沉没的超级豪华游轮，在处女航当中撞上了冰山，沉没了。这个船的名字叫泰坦号。这个书它是出版于1898年，而一直到14年后，1912年的4月夜，现实世界当中的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你说这个名字只是有点相似嘛，一个泰坦，一个泰坦尼克。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这本书当中，它还讲了哪些信息。首先是名字相似其次，这艘船呢，在小说当中是800英尺，现实里面是882英尺。撞击的时间描述都是4月的一个午夜，而撞击的部位都是右舷，连撞击的速度都写的是25节左右。最要命的是，这个小说里面说这个泰坦号之所以死伤惨重，是因为救生艇的数量严重不足，而现实当中的泰坦尼克号也是因为救生艇不足，导致1500人葬身大海。那这个罗伯逊是穿越人吗？他不是他一生潦倒，最后死于药物过量。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很奇怪的话，他说他写作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一种恍惚状态，他觉得好像我不是在写一个故事，好像有什么一些信息通过我的大脑，通过我的手把这些信息给写出来的。好像挺多作家都有类似的感觉但当时的人认为他实际上可能神经不是很好，但现在如果我们站在全息宇宙论的视角，有可能他的大脑非常的敏感，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恍惚的状态下，他真的滑进了隐卷序，就是在那种折叠的宇宙全序图当中，无意当中看到了1912的那个泰坦尼克大事件。所以罗伯逊他自己以为我只是在虚构一个故事嘛，其实他是在回忆未来14年后发生的灾难。这就是一种即视感的很厉害的状态了。也就是说，当即视感强烈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不再只是说让你觉得这个场景我好像见过，它会变成一种创造性的预言。这不禁让我们会思考，那既然未来都被罗伯特剧透了，那这个泰坦尼克号还是沉没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剧本了吗？并不会。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实验，有可能是你这辈子听过的最有趣、最颠覆认知的一个物理实验。这个实验的研究者是物理学界的老顽童，叫约翰·惠勒，他是黑洞这个词的发明者，是费曼的老师。他在1979年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延迟选择实验。这个实验有点烧脑，我们尝试把它说得通俗一点。就大家应该知道双缝干涉，就说这个光子通过2条缝，如果你不看它的话，它会形成光波；
如果你看它的话，或者说观测它的话，会形成粒子。那这个惠勒就说啊，那既然这个光子已经穿过这个缝了，在它快要到达屏幕还没有到达的那一瞬间，我再决定看不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按理说这个光子它已经穿过缝了，对吧？它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早就定了吧？你要么就是波，你要么就是粒子。但是这个实验结果人大家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结果显示啊，就算这个光子已经飞过了缝隙，但还没有到达屏幕上，哪怕最后一刻你决定要不要观测，它会立刻变成粒子。如果你决定不去观测，它会立刻变成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你现在的决定改变了光子过去的属性。就你的观测不仅决定了现在，甚至回溯性的改变了过去的历史。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论套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既视感，就是说当人产生既视感的那一刻，那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就有点像那个光子飞过那个缝隙但还没有打到屏幕上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说我回避，我装作没看见，我逃避了，那就相当于你不去观测，那么这一刻的能量就会像波一样的去散开，那我们就像 NPS 一样，就随着既定的命运随波逐流。那如果你在那一刻忽然有一种觉醒感啊，觉知了，你觉得好像下面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就这种强烈的一种预感或者是既视感，它就相当于一次观测。那么这一次观测就会让那种波函数坍缩，把一种可能性的未来坍缩成了确定的现实，甚至在无意识当中会导致这一刻发生的过去链条都跟着变化。所以这个既视感有点像什么呢？像这个老天爷给我们一个确认弹光，就问你，你在这个世界玩得好吗？现在到了关键剧情了啊，你是要按照原剧本继续往下走，还是说你要切换成这个玩家模式啊，就从自动驾驶变成人工驾驶的模式了？所以你会发现既视感往往都是发生在一些，比方说情绪波动剧烈，或者是重大的人生转折啊，或者是你在恍惚之间很松弛的时候，真的可能有时候是宇宙或者老天给我们的一次选择的机会。但如果说全息宇宙和时间回溯啊还是不够烧脑的话，我们可以聊聊特别符合我们直觉的一个解释，就是平行宇宙。著名的日裔美籍物理学家加来道雄，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有时候感到似曾相识。他说啊，想象你正在家里的客厅，此时此刻你的客厅里面有什么？他说你的客厅当中除了空气还有很多无线电波啊，有电视台的、什么晚会的、摇滚的音乐，成千上万的这些频道的信号，此时此刻都在我们的客厅穿过我们的身体。但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或者就像一个收音机一样，我们只能接受特定的一个频道，这个频率呢叫做量子退相干，就是说你和现实的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你只能感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平行宇宙就像这些广播一样，虽然它也同时在我们的房间里面，但是它跟我们消相干了，互不干扰。但是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锁定不是100%完美的。如果一个人很疲惫、很专注，或者处于一种特殊的磁场环境当中的时候，有可能你身体当中的原子振动的频率发生微小的偏移，而在那一瞬间，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生物收音机一样串台了。你忽然就能听到隔壁那个频道的杂音，就像你在那个平行世界当中也有一个你，因为那边的宇宙线比我们这边快了0.1秒，或者你在那个地方刚完成一个动作，你的大脑忽然就接收到那个平行宇宙的信号了。这个既视感在它的解释当中就是两个平行宇宙的波函数发生了短暂的重叠，而那一瞬间你感知到那种既视感、预知感，不是预知了未来，只是你通过平行宇宙看到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信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一瞬间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恍惚不真实的感觉，就你看着朋友觉得他好像离我很远，他像个 NPC 一样，就是因为那一瞬间我们不仅处在这个世界，同时也处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就变成了一只薛定谔的猫，同时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我们的灵魂在那一刻跨越了维度的鸿沟。听起来很酷，对吧？但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此刻的我是 A 宇宙的我，那刚才那个是 B 宇宙的我，他在干什么呢？
比方说，我在这个世界如果避开了一场车祸，那个世界的我，他是不是带我去发生了车祸呢？所以你会发现，科学到了这一步，你越探索，反而让我们越迷惑，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在面对这种宏大的一些宇宙世界当中，我们人类很渺小，就是那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有没有一种智慧能够超越这些物理定律，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呢？还真有，这就是东方智慧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出发，给了不一样的解读。在公元6世纪，中国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提出了一个终极的宇宙观，叫一念三千。听起来很像玄学，对吧？但你仔细拆解一下，你会发现跟这个量子力学的多重宇宙的这种理念很像。这个智者大师说呀，我们的世界由10个维度叫法界组成，从最痛苦的地狱到普通的人类，到最高维的佛。但是呢，这个10个界呢，它不像楼层一样这样层层分开，是每一界当中都包含了其他9界的可能性，这叫10界互具。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在人界，但是你下一秒动了一个很坏的心思，你就立刻叠加了地狱界，就是你动了一个善念呢，就叠加了佛界。你看这个10乘以10是不是100个平行状态？然后每个状态呢又受到10种物理规则，比方说相、性、体、力的约束。这就是1000个如是。这1000个如是再配上3种生存状态，叫众生、国土、五阴。这1000乘以3等于3000。但这个3000不是数字的意思，它是代表宇宙当中的一切生命形态和一切物理规则，一切时间空间的总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浩瀚的3000大千世界，它不需要我们跑到宇宙的尽头去寻找，而是它全部的、完整的、同时的存在于我们的一念之间。就我们当下的一个很微小的念头，就是一个全息的压缩包，它里面同时折叠了佛国、地狱、过去、未来的所有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量子力学的叠加态，或者是那个全息摄影的碎片包含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似曾相识的时候，不是环境变了，原来是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就有整个宇宙的蓝图。还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古书叫《太平广记》，里面呢有大量的关于离魂的记载，最著名的叫庞阿离魂。说这个庞阿呢喜欢上一个姑娘，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姑娘就说呀：“庞阿呀，你怎么每天晚上来我家约会呀？”这个庞阿一听就吓坏了，说：“我晚上从来没找过你呀，我在家里睡觉。”后来发现，每当庞阿入睡的时候，他的这个魂自动就跑去约会了。古人呢管这个叫神游，又叫离魂。但是你要用现代的全息的理论当中看，这不就是典型的量子隧穿吗？就是我们的肉体它是一个粒子态在睡觉，但是我们的意识它像一个波态一样突破了时空的障碍，跑到了另外一个位置，就像从全息图的另外一个碎片上。但是古人嘛，没有全息宇宙这个概念，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叫做觉。什么叫觉？就是上面是个学字头，下面是个见，意思是说我看见了那个被遮蔽的真相。所以既视感在古人的语境当中，它根本就不是病，而是一种觉，就说明人的元神是可以离开人的肉身，不再受肉身的这个臭皮囊的约束。这个听起来有点玄啊，但它反而是修行的契机。这个不得不提到佛教的唯识宗了。唯识宗应该是汉传佛教当中几乎是义理最精深、体系最严密、最有科学思辨思想的流派。唯识宗就说呀，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到的都叫前六识，它是处理当下的。但是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后台服务，叫做第8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梵文译音，阿赖耶呢是藏的意思。所以呢，说阿赖耶识是一个宇宙级的云端数据库，它里面存的呢是一个一个的种子。就说我们人这一世做的每一件事情，动过的每一个念头，甚至上辈子、上上辈子所有经历，都压缩成了一粒粒可能比纳米还要小的种子上面，就上传到这个云端。而在这个云端数据库当中，
它没有时间的概念，所有的种子，无论是1000年前的还是1000年后的，都像数据一样很平等的并列的放在这个位置。这有点像大卫波姆所说的隐卷序，也是全息宇宙的本质。而既视感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比方说极度的放松，甚至发烧的时候，大脑突然松动了一下，就在这松动的一瞬间，你无意识的粘上了后台的阿赖耶识，你随机的下载了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恰好属于未来的，因为它本身就在那。所以这在修行人的眼当中啊，叫做宿命通。有一些这个得道高僧说呢，他也不需要去出门，在家里禅修的过程中，他怎么好像就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不是因为他能掐会算，是因为他修正到了那个境界，他好像可以读到阿赖耶识。他们不像我们一样等着一个机缘发生，他可以在禅定的状态当中瞬间就能读到那张全息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历既视感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内在神光的乍现，是我们在困在肉身当中的更宏大的那个灵魂在拼命的去敲打我们身体的牢笼，想让你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回到当下，因为我相信屏幕当中的很多观众啊，有可能正在挤晚高峰的地铁，有的呢还在面对一些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迷茫的感情。即视感对我们来说真的只是枯燥生活当中的一点小插曲，但是牧羊想分享一下，我们可以不用浪费这样一个机缘。还记得那个延迟选的实验吗？还有观测者效应，就是既视感可能是宇宙在提醒我们，这一刻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连接通畅了。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有机缘遇到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第一步呢，不要慌张，哪怕那个时候觉得有点恍惚甚至害怕，你告诉自己我已经连上了。第二步，放松一下，深呼吸，在心里面哪怕只有1秒钟对自己发生一个强烈的念头啊，你可以说我就知道这一刻发生过，但我决定我可以让这个剧本走向更好的未来，或者说我接纳现在的这份恐惧，但我选择勇敢。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念哦，因为在全息宇宙论当中，这一念的权重重如泰山。大家如果去看佛教的介绍中阴身那个一念，特别重视，我想他可能就是说人在那种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也进入了一种既视感，连接到了全息宇宙。而这一念可以改写阿赖耶识里的种子，重新拿回真正的主宰权。而那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并不是说是一种前世的记忆，而可能是未来的那个已经冲破了黑暗获得成功的你，在时空的长河对岸给现在的你扔过来的线索哦。就他在告诉你，你不用害怕，你现在这些路我都来过，虽然可能有一些黑，但终点是有希望的。所以去感受它，去利用它，去改写它，活好我们当下的每一刻，就是对宿命最有力的反击。我是牧羊，如果你喜欢这期关于既视感的深度探索，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偶尔会对着空气发呆的朋友吧。愿你在每一个似曾相识的瞬间，都能找到那个发光的自己。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倾听，我们下期再见。